最近这几天，手机一解锁，满屏都是那几个字：王一博二搭成耳。刺客6月初开机，热度高的吓人，评论区滚得跟开水似的，转发量动不动就破10万。说实话，我刚刷到的时候，还以为电影都杀青，等着定档了。结果点进去一扒细节，好家伙，连张概念海报的影子都没有。工作室账号静悄悄的，片方那边更是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涂，这就挺有意思了。一部连立项公式都没见着的片子，硬是靠几张模糊的聊天记录，几句圈内朋友透露，几张连字都糊成马赛克的所谓通告单，就把期待值直接拉到了顶配。我盯着屏幕看了半天，最后只叹了口气，把手机扣在桌上。这年头，消息跑得比风还快，真相呢？慢吞吞的，像老牛拉车。咱们到底是在聊电影，还是在陪资本玩一场提线木偶的戏？每次看到这种未拍先爆的阵仗，我都觉得挺累的。台上的人喊得卖力，台下的人跟着鼓掌，可幕布一掀，连个搭景的木架子都没立起来。热闹是热闹，空洞也是真空洞，顺着这条线往下捋，细节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程耳导演这次自编自导，背景说是清末暗杀，风格嘛，大概率还是无名那种冷调子，克制、留白，镜头带着呲。传闻里最抓眼球的是王一博的番位变了，从当年的客串高光直接跃升到领衔主演，听着是挺诱人。二搭嘛，强强联合，双赢的剧本谁不喜欢？但问题全卡在传闻这2个字上，片方不认，工作室不接话，连句敬请期待的场面话都省了。更吊诡的是什么？几个月前，这项目的男主帽子还戴在别人头上呢，风向一转，唰就换成他了。这种换汤不换药的选角剧本，明眼人扫一眼就懂，大概率又是溜粉，拿演员的热度测水温，拿粉丝的期待冲 KPI。 我有时候真挺无奈的，影视制作本该是严丝合缝的工业流程，现在倒好，成了可以随意拼装的流量盲盒。今天溜这个，明天溜那个，把创作当儿戏，把契约当草稿，这行业的底线是不是早就被磨平了？你细想，一部正经电影，从剧本打磨、资金筹措、主创搭班子，到真正敲定演员，哪一步不是层层把关？怎么可能在网上飘着几张截图，档期、番位、开机时间就全定死了？太轻飘飘了，轻得像一层泡沫，一戳就破。不过这次有点不一样，粉丝那边出奇的安静，没有控评，没有提前集资，没有拿着假饼当真粮到处安利，反倒整齐划一地刷起一句非官宣不约，等官宣再庆祝。这话放在3年前可能没人信，以前呢，有点风吹草动，粉丝能自己脑补出80集连续剧，连庆功宴的横幅文案都提前拟好了。现在早被画饼塌房反噬的循环折腾怕了。热情这东西经得起几次虚耗，理智大概是被现实硬生生逼出来的自我保护。与其在虚无缥缈的传闻里患得患失，不如把目光收回来，看看手里已经攥住的东西。人鱼还在那儿等着，赛车场上的成绩是实打实用汗水和摔大换来的，哪一样不比网上飘着的顶级资源来的踏实？我常跟朋友聊，饭圈的克制不是冷漠，是吃过亏之后的清醒。演员靠作品说话，这本该是天经地义的事，可现在连等一个官方确认都成了需要集体达成共识的底线。这环境说实在的挺让人唏嘘的，大家不是不爱了，是怕了，怕再次被当枪使，怕期待落空后的那种空落感。咱们把镜头往回挪，看看程耳这个人，熟悉他作品的都知道，他的片子从来不是靠热搜喂出来的快消品。边境风云、罗曼蒂克消亡史、无名，一步一步看下来，你能感觉到那种慢，对，就是慢，选角慢，打磨慢。他挑演员看中的根本不是谁自带多少流量体质，他看的是脸能不能沉进那个时代的灰暗里，看的是表演能不能接住他那种克制又锋利的镜头。这种作者性极强的导演，怎么可能为了迎合风向，在开机前2个月临时换将，还闹得满城风雨？选角周期往往是以年为单位算的，我总觉得把一位讲究慢工出细活的导演硬塞进快消式流量炒作的叙事里，本身就是一种错位。导演的逻辑和资本的逻辑压根不在一个频道上，你要是真喜欢他的电影，就该尊重他的节奏，而不是被营销号带着跑，把一部还没影的片子提前消费成流量狂欢的祭品。真正的电影人从来不急着向热搜交差，他们更愿意把时间耗在监视器后面，一遍
又一遍。这种沉默才是现在最缺的职业尊严。我偶尔会去片场外围转悠，听不到什么热搜八卦，只有场记板的啪嗒声和导演压低嗓音的再来一条，那才是电影的呼吸。再说王一博，这几年他走的路线其实挺笨的，偶像出身，偏要往演员和赛车手的硬茬里扎。无名里的叶先生压抑、复杂、争议不少，但他接了。片场怎么磨的，外人不知道，但成片里的眼神骗不了人。追风者维和防暴队一步接一步，靠的是台词死磕，走位重来。至于人鱼，直接扎进文艺片的深水区，跟老戏骨同台，不躲不闪。这种轨迹哪是网上随便传个大男主资源就能概括的？演员这条路从来不是靠网传铺出来的，是一个个镜头、一场场戏、一点点熬出来的。现在的舆论环境太喜欢贴标签了，要么天降紫微星，要么资源咖。很少有人愿意静下来，看看他到底在片场流过多少汗，在赛道上摔过多少跤。我始终觉得，对一个青年演员最大的尊重，不是替他提前预定什么顶级资源，是给他留出试错的空间，留出成长的余地。当资本忙着画饼制造焦虑的时候，演员本人可能正蹲在片场角落啃盒饭、对词儿。这种割裂感挺无奈的。戏外的声音太大，大到盖过了戏内的呼吸声。行业总想走捷径造星，却忘了所有能留得下来的角色都是时间熬出来的。急不得，也替不了画饼充饥这4个字，放在现在的影视宣发里，真是再贴切不过了。资方要热度维持估值，营销号要爆点冲阅读量，粉丝要期待感维系社群。于是，一部还没立项的电影能传出18个版本，一个还没签合同的主演能提前进组3个月。这套玩法短期看确实热闹，锣鼓喧天，但长期呢？透支的是整个行业的信用。观众不是傻子，狼来了喊多了，耐心早见底了。更可怕的是，这种重宣发轻制作的逻辑，正在悄悄改写创作的底层规则。当导演和制片方发现，花3年打磨剧本，不如花3周炒个顶流二搭的热搜来得快，那谁还愿意沉下心去拍一部能留得下来的作品？我每次看到这种新闻，心里都挺不是滋味的。电影本该是造梦的，现在成了数据的游戏。咱们买票进场，图的不是热搜上的虚名，是银幕上那份能打动人的真诚。期待被反复消费，信任一旦塌了，再大的流量也填不平口碑的窟窿。靠透支信用换短期热度，无异于饮鸩止渴。不回归内容，再华丽的营销外壳也包不住内核的空心化。回到最初那个问题，当电影艺术被裹挟进流量的漩涡，究竟是谁在消费谁的期待？乍一看，资本消费演员，营销号消费粉丝，平台消费注意力。往深了想，这其实是一场多输的局。资方赚了短期热度，可能毁了长期的口碑预期。粉丝守住了底线，却得一次次咽下期待落空的疲惫。演员更被动，在片场踏实干活，却得替网上的谣言买单。最无辜的是那些真正爱电影的观众，被噪音干扰，渐渐对国产片失去了耐心。我总觉得这种互相消耗的局面早该停了。电影不是快消品，演员不是流量包，观众更不是可以随意操控的数据点。把一部还没影的消息炒成全民狂欢，其实早就偏离了看电影的初心。与其在假消息里内耗，不如把目光放回真正落地的作品上。好电影从来不是靠热搜吹出来的，是一帧一帧拍出来的。这场博弈里没有赢家，只有被流量逻辑反噬的整个生态。当期待沦为筹码，艺术就失去了它最珍贵的纯粹性。刺客到底有没有？王一博会不会进组？答案迟早会落定。但在这场真假难辨的狂欢里，咱们每个人都该给自己留点清醒。对粉丝来说，非官宣不约不是冷漠，是对作品最基本的尊重。对观众而言，少跟风，多关注实打实的片子，才是最有力的投票。对从业者也该明白，流量能买来一时的喧嚣，买不来长久的口碑。内娱的出路从来不在画饼的营销里，在做饼的匠心里。潮水退去的时候，靠热搜堆起来的泡沫总会散。能留下的只有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和演员。与其在虚无的传闻里焦虑，不如安心等一部好电影开机，等一个好演员交卷。电影院的灯亮起时，银幕上照见的不该是流量的幻影，该是创作者和观众之间那份久违的真诚。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我有时候写着写着会停下来喝口水。窗外车来车往，日子还是得一天天过。电影也一样，急不得。
慢慢来，反而比较快。盼着有一天，咱们聊起电影，不再是谁的番位，谁的资源，而是那个镜头怎么就戳中了心窝子，那才是这行该去的地方。